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呢，我们说一说李显龙认为世界无法承受美中的冲突。世界百年大变局，中美竞争是核心。美国一直在试图拉拢一些盟友国家共同对付中国，但是呢，目前为止啊，死心塌地的愿意跟着美国同中国作对的，并没有几个国家。大部分国家都不愿意选边站，而是愿意继续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看法。他的看法呢，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中呢，是具有代表性的，所以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李显龙表示啊，世界其他的国家需要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需要接受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中美关系呢，李显龙认为世界无法承受中美冲突，中美双方的合作与调整至关重要。对于美国政客和媒体歇斯底里的炒作中国气球事件，李显龙希望中美双方呢能够建立联系，让局势能够稳定，不发生任何的意外，并逐渐改善关系。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不同，有些国家认为呢这是一种威胁，如何能够更好的适应中国的崛起呢？李显龙认为，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从2%到3%，增长到目前的15%至20%。他说啊，冷静的看，14亿人现在有了更好的生活，这很好啊。中国现在更加繁荣，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更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更大。但是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如何在不产生紧张、误解和困难的情况下实现这一转变呢？李显龙的答案是，这需要国家领导人有政治家的风度和大量的互相迁就。对于李显龙建议的世界各国，尤其是中美之间需要互相迁就的说法，中国是有话要说的。因为现在明显是美国主动积极的进攻，不打算对中国做任何的迁就，不接受中国的崛起，想要彻底的摧毁中国的科技实力和产业实力，要让中国永远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永远从事着用2亿件衬衫换1架飞机的工作。我们还有迁就美国的余地吗？我们到底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够让美国迁就我们呢？即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国就会迁就中国吗？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李显龙无法回答的。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解决的方案很难找得到。新加坡呢，实际上一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好盟友，很早就与美国签署了部队互访的协议。美国的军舰、军机一直可以在新加坡的港口和基地进行补给，新加坡也经常参加美国组织的军事演习。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一点是，新加坡之所以在军事上倒向美国，实际上是在建国之初面临着马来西亚的军事威胁，它必须寻找一个靠山才能够生存下去，并不是针对中国。新加坡从李光耀时代就看好中国的发展，并且一直充当中国和西方之间政治和经济交流的桥梁。新加坡现在也仍然可以发挥这样的中间人的角色，只不过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的体量太小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对美国的影响力不大。更何况如今美国的政客们呢，是已经听不进任何其他国家的劝说了。对于东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李显龙呢赞扬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认为这是中国为这一地区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融入区域合作和相互依存网络的一种方式。李显龙还特别提到了南海行为准则，说这是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共同推进制定的一个避免在南海产生冲突的行为准则的框架。今年呢将面临关键的谈判，如果能在这个方面取得更多的进展，并且以尊重所有大小国家利益的方式处理南海问题，将使得经济合作走得更远。李显龙的话呢，对于东盟国家来讲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我们希望菲律宾的小马克思能够听得进去。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